邻居举报我家雨棚是违建，城管当天就上门了。我没争辩没求情，当场签字同意拆除。邻居站在楼下，双手抱胸，一脸得意。当天晚上我就联系了施工队，连夜把雨棚拆得一点不剩。第二天就下起了雨，雨水顺着我家外墙哗哗往下冲，没了雨棚挡着，水直接灌进了楼下邻居家阳台。第三天一大早，社区主任眼睛通红的来敲我家门，嗓子都哑得快说不出话，求我赶紧把雨棚装回去。楼下5户人家一起投诉，说家里都要被泡得发霉了。我端着豆浆慢悠悠地说了句：“这可是违建啊，不能装。”之前举报我的那个邻居就站在走廊里，脸黑得跟锅底似的。城管上门那会儿，我正在阳台浇花，2个穿制服的人一脸严肃，手里还拿着文件夹。是江恒先生吗？是我，请进。有人举报你家阳台外的雨棚属于违章搭建，必须拆除。他边说边往楼下指，我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，楼下邻居曹远正抱着胳膊靠在单元楼门口的石狮子上，那得意劲儿都藏不住。他老婆就站在旁边，对着我指指点点，嘴里还不停嘀咕着什么。我收回目光，看向城管。好，我拆。对方反倒被我这态度惊到了，原本准备好的一堆规定和说辞，全躲在嗓子眼里说不出来。你说啥？我说行，我同意拆。文件拿过来，我签字。连他身后年轻的队员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。他们平时处理违建，见过太多又哭又闹、撒泼耍赖的业主，像我这么痛快的还是头一个。带头的城管立马回过神，从文件夹里拿出拆除通知书。按规定，你有3天时间自行拆除，到期不拆，我们就强制处理。我拿过笔，直接签上名字。不用等3天，今晚我就拆。感谢您配合工作。我转身回到阳台，继续给兰花浇水。江恒，你听见没？违建赶紧拆，别占公共地方。他喊得特别大声，把小区里散步的几个老人都引过来看热闹。我压根没理他，浇完水拿出手机，在业主群里找到一个做装修的师傅，直接打了电话。喂，是陈师傅吧？我是7栋601的江恒。江先生您好，有什么活？我阳台有个雨棚，想今晚就拆掉，你们能派人过来不？工钱没问题，我可以多加。能，肯定能。晚上刚好有工人有空，保证给你拆得干干净净。好。说完我就进厨房准备晚饭。曹远一家是半年前搬来我楼下的，自从他们住进来，整栋楼就没安生过，嫌楼上走路吵，嫌楼道堆东西，嫌小区流浪猫叫得烦。他家阳台还被他老婆改成了花房。前几天曹远老婆在业主群抱怨，说我家雨棚滴水溅到他的花，曹远马上私下找我，让我自己想办法解决。我当时就回他，雨棚本来就是遮雨排水的，下雨滴水再正常不过。曹远估计觉得丢了面子，之后就没再说话。我以为这事就翻篇了，没想到他直接去城管那告了状。这个雨棚是我刚搬进来就装的，我们这楼户型本身有问题，阳台外墙没做防水边，一到下雨天，雨水就顺着墙往下流，时间一长，楼下阳台顶和墙面很容易渗水发霉。当初整栋楼的住户几乎都装了同款的透明雨棚，这个雨棚装着既不挡光线，还能把雨水引开，保护墙面。10几年来一直都好好的，没出过任何事，直到曹远搬过来才彻底闹僵。晚上7点，陈师傅带着2个工人准点到了，电钻切割的声音立马响了起来。曹远估计是听见了动静，特意跑下楼盯着看。他靠在石狮子上点了根烟，看着工人把切下来的雨棚板一块块往下搬，脸上的笑容越来越藏不住。晚上10点，雨棚彻底拆干净了，连墙上固定的螺丝都一颗不剩的起了下来。我痛痛快快结了工钱，还额外给师傅们包了红包。陈师傅笑着说：“江先生，你这雨棚料子这么好，就这么拆了，真挺可惜的。”哎，没办法，有人看他不顺眼呗。送走工人，我关上家门，窗外天色黑压压的，一看就憋着场大雨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被哗哗的雨声吵醒，拉开窗帘，豆大的雨点砸在玻璃上，汇成水流顺着往下淌。我走到阳台一看，没了雨棚挡着，也没地方导流，雨水直接狠狠打在6楼外墙，顺着墙面冲成一道大水帘，直直往下灌进5楼。曹远家的阳台正硬生生接着楼上流下来的全部水量，他精心弄的那个阳光花房，这会儿正被暴雨狠狠浇着。我端着咖啡靠在阳台门边，安安静静看着。哎呀，我的天，这咋回事啊？曹远，你快过来，阳台全淹了！我靠，这水怎么跟瀑布似的往下冲？江恒，是不是你故意搞的？我没理他，慢悠悠喝完咖啡回了屋，换好衣服准备去上班。刚一开门，就看见曹远堵在门口，他身后他老婆举着手机对着我家门口一顿猛拍。你是故意的是不是？曹先生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动脚的。说就说。我问你，我家阳台淹成这样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你举报我家雨棚是违建，城管让我拆，我遵纪守法，连夜就拆了。现在下雨，水往下流，这是自然现象。
你找我没用。曹远被我一句话堵得说不出话，脸涨得通红。你明明知道会这样。我只知道我拆的是自家违建，没碍着你什么事儿。我的花，我那些进口乐器全被泡烂了，江豪你必须赔。赔偿的依据在哪儿？有证据证明是我弄坏你的花吗？水往下流是物理规律，你要找就找牛顿去，你这就是强词夺理。是你们先举报的，我只是按规矩办事。我拎起包准备出门，麻烦让让，我要上班。不准走！今天不把这事说清楚，你别想走！我拿出手机，你这是在限制我人身自由，我现在就能报警。曹远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，他老婆却一下子冲上来，挡在我面前。报啊，你尽管报，正好让叔叔来评评理，哪有你这么欺负人的？就在这时，对门的梁阿姨开了门，探出头来，一看我家门口这架势，当场愣住了。曹远老婆立马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，你快来评评理！他家雨棚一拆，雨水全灌我们家了，我家花都死光了，他还不管，这不就是故意报复吗？小曹媳妇儿，当初这雨棚本来就是为了挡水的，是你们非要去举报，现在拆了，水可不就流下去了吗？那也不能全留我们家呀！不留你们家，难不成还能飞到天上去？曹远被怼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绕开他们，按下了电梯。余光里看见曹远指着我的背影，跟他老婆小声说着什么，脸上全是愤怒和不甘心。我知道这事肯定还没完，可我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，而且还是用我完全没料到的方式。大雨哗哗下了整整一天。下班回到小区，我看见单元楼下围了一大群人，社区胡主任也在，拿着本子在记录。曹远和他老婆站在人群正中间，激动地指着楼上大喊：“胡主任，您都看见了吧？这雨跟瀑布似的，全都往我家灌。不光是我家，4楼、3楼、2楼也全都遭殃了。4楼、3楼、2楼也全都遭殃了。”胡主任抬头往上看，眉头紧紧皱着。那道雨水汇成的水帘从6楼墙体吱吱冲下来，砸在5楼阳台后间的到处都是，一部分接着往下冲，一部分被风刮得到处飘。4楼、3楼的墙面和窗户全被打湿了，几个住低层的邻居也跟着附和。我家窗户一天就没干过，墙都潮透了，再这么下去肯定要发霉的。人群看见我走过来，自动让出一条路。曹远一瞅见我，立马冲了上来。江豪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小曹，你先冷静点。小江啊，你看现在这情况确实影响到其他邻居了。胡主任，我讲3点。第一，是曹远举报我家雨棚是违建，成为来执法，我全程配合拆除，所有流程都合法合规。第二，这楼本身设计就有问题，雨水才会直接往下流，这是开发商的问题，跟我没关系。第三，其他邻居受影响我也很同情，但责任真不在我。3句话说完，现场一下子安静了。曹远想反驳，嘴张了半天，一个字都没说出来，因为我说的全是实话，他根本挑不出毛病。胡主任叹了口气，他心里也明白，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远亲不如近邻，总得讲点情面吧。现在问题都出来了，咱们总得想办法解决，对不对？对，是该解决，应该让所有受影响的业主一起去找开发商和物业，要求他们对外墙做防水改造，这才是根本解决办法。一听说要去找开发商那帮人，刚才还义愤填膺的几个邻居立马就蔫了。谁不知道开发商和物业就会互相踢皮球，等他们处理完，房子都泡坏了。小江，走流程太慢了，咱们先顾眼前，你能不能先把雨棚装回去？违建是曹远亲自举报，拆除还有陈维开的通知书。胡主任，您是社区干部，总不能让我知法犯法吧？胡主任撤，底没话说了。是啊，前脚刚按违建拆掉，后脚又让装回去，这算怎么回事？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要么你们去跟陈维沟通，让他们出文件说这雨棚不算违建，允许我装，只要有官方文件，我立马就装，二话不说。让他们去找城管推翻之前的决定，比找开发商还难。我看着一群说不出话的人，没再多说，转身就进了单元楼。身后传来曹远压着火气的怒吼，还有邻居们心意轮的抱怨。当天晚上，一份由曹远带头，联合1到5楼一共5户业主的联名投诉信贴在了单元楼门口的公告栏上，信里写的情真意切，控诉因为601业主江横拆掉雨棚，导致楼下多户进水，墙面受潮，财物受损，强烈要求社区和物业出面，勒令江横把雨棚装回去。这场由曹远亲手点起来的火，终于烧到了他自己和其他人身上，而我只是个遵纪守法的普通业主。这出戏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联名信这事，就像一块石头扔进平静的池塘，在整个小区掀起了不小的动静。
信很快被人拍照发到业主群，群里瞬间炸开了锅，笑死！自己举报的违建，现在又联名要求装回去，这是什么迷惑操作？曹远这波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心疼楼下几户被曹远这个猪队友坑惨了。说句公道话，江恒做的一点毛病没有，你举报违建，人家就配合拆，完全合法，现在出问题了。凭什么让他负责支持江恒？就该制止这种没事找事的邻居。群里舆论几乎一边倒，全都站我这边。曹远和他老婆还想在群里辩解，说他们只是维护小区秩序，没料到后果这么严重，可根本没人买账。你举报的时候就该想到后果，都是成年人，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，别洗了。大家心里都清楚，不就是因为人家雨棚滴水溅到你家花了吗？自私自利，还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几轮争辩下来，曹远夫妇被怼得颜面尽失，再也不敢在群里说话了。事情越闹越大，第二天一早，物业经理亲自给我打来了电话。江先生，我是物业的小郭。郭经理你好，是关于您家雨棚的事儿，我们都了解了。您看现在楼下几户意见特别大，我们物业夹在中间也不好办，您能不能通融一下，先把雨棚装回去，先安抚好大家，其他事我们慢慢商量。郭经理，我昨天跟胡主任说得很明白了，那个雨棚是成为明确认定的违建，你们物业是想让我公然违抗执法吗？这个责任你们物业敢担吗？要不你们物业个书面证明，说装雨棚是合理的，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。只要有这份东西，我马上装。这可不行啊，江先生，您这不是为难我们吗？彼此，你们让我一个守规矩的业主去做违建的事儿，这不也是为难我吗？郭经理，问题根源是楼体设计有缺陷，你比谁都清楚。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动用维修基金，给整栋楼外墙做防水。如果你们物业能牵头办好这事儿，所有业主都会感谢你们。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我心里清楚，走维修基金流程又麻烦又费劲，物业多半不想揽着烂摊子，我不过是把麻烦又原封不动踢了回去。下午雨还在下，一点要停的意思都没有。我提前下班回家，刚走到楼下，就看见一幕特别滑稽的场面。曹远家阳台上，他老婆正抱着一个超大塑料盆，费劲的往外舀水。曹远则踩着梯子，手里拿着一大块塑料布和胶带，想在他家阳台顶上，也就是我家阳台底下，自己糊个简易小棚，雨水一直往下冲，他全身都湿透了，脚下梯子摇摇晃晃，胶带粘不住潮湿的墙，塑料布被风一吹，直接糊在了他脸上，样子又狼狈又好笑。楼下站着几个看热闹的邻居，在一旁指指点点，小声议论：这么弄有啥用啊？治标不治本，真是自作自受。当初何必呢？曹远脸涨得通红，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我没多停留，直接走进单元楼。刚打开家门，一股很重的霉味就飘了过来。我皱了皱眉，走到阳台，味道是从楼下飘上来的。连续的暴雨积水已经开始让墙面和东西发霉腐烂，这栋老楼的排水根本扛不住这样不间断的人工瀑布。我望着窗外不停的雨，心里清楚，这场闹剧的高潮马上就要来了。当初举报我的人用不了多久就得亲自来求我。第三天一早，雨终于停了。我刚开门准备晨跑，直接被门口的景象惊住了。社区胡主任站在我家门口，眼睛通红，满脸疲惫，像是好几夜没睡。他身边站着楼下5户的代表，里面也有曹远。所有人脸色都难看极了，尤其是曹远，前2天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彻底没了，低着头，脸黑得跟锅底一样，眼神躲躲闪闪，根本不敢看我。胡主任，你们这是？胡主任一看见我，跟看见救星一样，嗓子哑得厉害，都快哭出来了。小江啊，求求你了，出大事儿了！怎么了？5楼就是小曹家，阳台天花板全发霉了，墙皮都掉光了，木地板全泡水泡得变形翘起来了。4楼、3楼阳台也开始渗水，墙里面都在漏水，水流到卧室里，人家刚买的新床垫全毁了。他们昨晚在社区闹了一整夜，我一宿都没合眼啊！我听着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，甚至有点想笑。我的目光越过胡主任，落在曹远身上，他察觉到我在看他，头埋得更低了。我端起出门前刚倒好的豆浆，慢悠悠喝了一口。这么严重啊？是啊，所以小江，算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先把雨棚装回去吧，你先把水挡住，别再往下流了。我放下豆浆杯，看着他，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。胡主任，违建可不能装。这6个字像一盆冰水，直接浇在了胡主任头上。他脸上的急色瞬间僵住，一点血色都没了。可是现在是特殊情况啊。再特殊也不能违法乱纪，您是社区干部，应该最懂法。胡主任彻底被我堵得没话说了。这时一直低着头不吭声的曹远终于动了，他往前挪了2步，站到我面前抬起头。江哥，他居然直接改口叫我哥了。江哥，这事儿是我不对，
是我自私，是我混蛋，不该去举报，对不起。说着，他竟然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。他身后的老婆也跟着小声说了句对不起。这一幕让周围所有人都安静了。江哥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您看我损失也够惨了，那些花全没了，地板也废了。您就高抬贵手，赶紧把宇昌装回去吧。多少钱我出，我给您双倍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原则问题。是你让我成了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现在我只是在坚持我的好公民原则而已。我的话像一把小刀，精准扎进曹远心里，他脸上最后一点血色也彻底消失了。他终于明白，我根本不是为了钱，我就是要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，还是那种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的代价。曹远的公开道歉并没有结束这场闹剧，反而把矛盾从我和曹远两个人变成了我和楼下所有业主。见我软硬不吃，胡主任急得原地打转，身后几个邻居也忍不住了。江先生，话不能这么说啊！现在是我们几家都跟着遭殃，你不能因为跟5楼有矛盾就拉着我们一起受罪吧？就是我们又没得罪你。我冷笑一声。当初曹远在业主群里嚷嚷着要举报我的时候，你们没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声。现在火烧到自己身上了，知道疼吗？大家都是一栋楼的，谁不知道那雨棚是干嘛用的？你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。现在热闹看自己家了，好看吗？小江，你别生气，大家也是着急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社区牵头，你先把雨昌装上，就说是社区要求的应急措施。万一程薇问起来，由我们社区出面解释。你看这样总行了吧？这话说完，倒是给我递了个台阶，但我为什么要下戏才演到一半呢？胡主任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白纸黑字的拆除通知书在那儿放着，程薇那边也有记录，你们社区去解释，用什么名义？就因为下大雨吗？到时候程薇一个电话核实过来，我怎么说？说是我自己要装的，还是社区逼我装的？如果程薇认定这是2次违建要罚款，这笔钱谁出？是我还是社区？一连串问题抛出去，胡主任再次沉默了。他心里清楚，这事根本担不起，社区没有执法权，更没资格推翻另一个部门的决定。3楼的大妈终于忍不住爆发了，指着我喊：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非要看着我们几家全都发霉烂掉才甘心是吗？太恶毒了，你这个人！注意你的言辞，从头到尾，我没做错任何事，我遵守规定，拆了所谓的违建。现在你们因为楼体设计缺陷受了损失，却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一个守法公民身上，到底是谁恶毒？大妈被我这股气势镇住，往后退了一步，嘴里还不甘心的小声嘟囔着。一直没开口的2楼业主推了推眼镜，冷静开口：江先生，咱们讲道理，走法律程序找开发商太慢，让你装雨障你又有顾虑，那有没有第3条路？我看了他一眼，有点欣赏，终于有个会动脑子的了。有，所有人的目光刷一下全集中在我身上。很简单，你们所有受影响的业主，以自己的名义联名向程薇部门提交一份申请，内容就写：鉴于7栋楼体存在设计缺陷，雨水直冲导致多户财产受损，情况紧急，特申请601业主江恒临时性恢复阳台雨棚，作为应急补救措施，避免损失扩大。等开发商或物业彻底解决墙体防水后，该雨棚再自行拆除。恳请程薇部门从保障民生角度予以批准。我话音一落，全场瞬间安静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让他们自己去找城管申请，这不等于明着承认当初举报就是个错，现在又求着把违建装回去吗？曹远的脸已经不能用黑来形容了，直接泛成灰青色。这个方案简直是把他架在火上反复烤。是他去举报让城管拆的，现在又要他带头去求城管装回来，这脸真是丢到姥姥家了。这能行吗？行不行，试了才知道。这是唯一的办法，你们自己商量吧。砰的一声，我关上了门，把所有难题全都丢给了门外的人。我知道他们没得选，损失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扩大，而我只需要泡杯茶，静静等结果就行。当天上午，胡主任就拿着一份刚写好的情况说明和临时恢复申请，再次敲响了我家的门。申请书上详细写了楼体缺陷、雨水倒灌，还有楼下5户的具体损失，写得情真意切，还附了各家阳台被淹的惨状照片，末尾是5位户主的亲笔签名，还有红彤彤的指印，曹远的名字赫然排在第1个。小江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写得不错，情真意切，把你们自己塑造成楼体缺陷的受害者，把装雨棚说成唯一紧急自救手段，很到位。可以是可以，但这份申请得你们，尤其是曹远先生亲自交到城卫部门去。我们去？当然，
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谁举报的，谁去申请，才显得有诚意。程爷也更容易弄明白来龙去脉。你不去也行，那这份申请就等于废纸。好，我们去，现在就去。小曹，你必须一起去。曹远耷拉着脑袋，像个被人牵着线的木偶，蔫蔫地跟着胡主任一行人走了。我都能想象到曹远这个当初的举报人亲自站在城管办公室，递上申请恢复违建的材料时，那场面有多尴尬、多滑稽。但他必须去，这是他为自己的愚蠢和傲慢必须付出的代价。下午，我接到一个陌生来电。你好，是江恒先生吗？我们是城卫执法队的。是的，你好。关于您小区7栋业主申请恢复雨棚的材料，我们收到了，想跟您核实几个情况。请说。第一，您当初拆除雨拆是完全自愿配合的，对吗？对，完全配合。第二，楼下业主反映的雨水倒灌、财产损失等情况是否属实？具体情况，社区胡主任和楼下业主比我更清楚。第三，如果我们从人道主义和紧急民生问题出发，同意临时恢复申请，您是否愿意配合安装？我配合安排，我是守法公民，一切以官方决定为准。你们说能装我就装，说不能装我就不动。好的，江先生，情况我们了解了，感谢配合。挂了电话，我心里就有数了，这事成了，我的目的彻底达到了。我没跟任何人撕破脸，没骂过一句脏话，只是把所有人的行为全都圈在规则里。你拿规则来对付我，我就用规则让你作茧自缚。你想绕开规则解决问题，对不起，不行，你必须回到规则里，自己打自己的脸。傍晚时分，胡主任兴高采烈地给我打来了电话。哎，小蒋，好消息，城卫那边同意了，说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，批准临时恢复雨棚，还给咱们社区发了正式的回复函，太好了。小江，你看什么时候方便，赶紧把雨场装上。随时都可以。小曹已经把钱转到我这儿了，材料费、人工费，还有给你的补偿全都包了，保证给你用最好的材料。补偿就不用了，把雨场装好就行。我不需要他的钱，他付出的尊严代价，比什么钱都让我满意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上次帮我拆雨棚的陈师傅又带着工人来了。这次他车上拉着全新的、档次更高的耐力板和不锈钢支架。江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次的活儿，保证给您干得比以前还好。曹远也凑了上来，一脸讨好。江哥，一点心意，之前是我不对。不用了，你能吸取教训就好。我转头对陈师傅说：“麻烦你们了，材料一定要用最好的，施工也得规范。您放心，社区和曹先生特意交代了，这次按最高标准来，保证滴水不漏，而且绝对静音。”工人们开始忙活，电钻声又响了起来。和上次不一样的是，楼下围观的邻居们脸上没有半点幸灾乐祸，全是期待和感激。曹远没走，还像上次一样在楼下监工。可这次他再也不是双手抱胸、得意洋洋的样子，反倒不停给工人递水递烟，满脸陪笑。他老婆也在旁边忙前忙后，一会儿问渴不渴，一会儿问累不累，殷勤的不行，整栋楼的人都看在眼里，眼神里有嘲讽，有鄙夷，更多的是一种恶人自有恶人磨的解气。曹远在这栋楼算是彻底出名了，本想靠举报立威，结果反倒成了整个小区的笑柄。江先生，我们这次在支架和墙的连接处特意加了减震胶垫，以后下雨您在屋里保证一点声音都听不到。有心了，陈师傅。下午4点，全新的雨棚全部安装完毕，比以前更宽更厚实，线条也更利落好看。阳光透过透亮的新板材洒在阳台上，亮堂堂的。陈师傅还带着工人把所有建筑垃圾都清理得干干净净。胡主任和曹远一起上来验收。漂亮，太漂亮了。江哥，您看还满意不？挺好的。那之前造成的那些损失，那是你和开发商之间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是，你说的对。他一个多余的字都不敢再说。这场由一个雨棚引发的风波，到此总算告一段落。我赢了，赢得干净利落，有理有据，没给任何人留下半点把柄，只是让他们都学会了什么叫尊重，什么叫规则。送走所有人，我站在新装好的雨棚下，看着楼下曹远家阳台那一片狼藉，心里清楚，从今天起，我的日子该清静很多了。雨棚装回去的第3天，物业郭经理又给我打来了电话。这一次，他语气比上次客气得多，甚至带着讨好。江先生，您在家吗？关于楼体维修的事儿，我们这边有新进展了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您上次说的太对了，问题根源确实在楼体设计上。我们跟社区商量过后，又征求了大部分业主的意见，决定正式启动大修基金，对7号楼整个外墙做全面的防水和排水系统改造，
这个消息倒是有点出乎我意料，我本来以为物业会一直踢皮球踢下去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定了。这么快就定了？不快不行啊，主要是您这事儿影响太大了。现在不光你们启动，其他楼的业主也开始担心，纷纷要求我们排查隐患，我们压力也大。与其等问题一个个爆出来，不如一次性彻底解决。那需要我做什么？是这样，按流程启动维修基金需要2/3以上业主签字同意。我们明天在楼下组织现场签字，希望您到时能下来支持一下。我答应得很爽快，这对我对所有住户都是好事。第二天我下楼签字时，公告栏前围了一大群人，不光我们启动，其他楼的业主也赶来了。物业和社区工作人员在现场发表格讲解方案。我看见了曹远和他老婆，他俩是第一个冲上去签字的。看到我，曹远特意挤出人群打了个招呼，他的态度已经不再是害怕，而是带着讨好的恭敬。周围邻居看见我都纷纷点头示意，眼神里全是善意和敬佩。小江，你这次真是办了件大好事儿，我们都得谢谢你。是啊，要不是你坚持，物业哪会这么痛快？以后谁再敢没事找事儿，我们第一个不答应。我有点哭笑不得，我明明只是想守住自己的清静，反倒成了邻居眼里的英雄。外墙改造工程进展很快，1个月后，整栋楼焕然一新。开发商派来的施工队不仅重做了外墙防水，还在每户阳台下方加装了统一的内嵌式导流槽。这样一来，就算没有外凸雨棚，雨水也能顺利导进排水管，再也不会出现水帘洞，问题从根上彻底解决了。我那个临时雨棚也完成了使命。拆雨棚那天，胡主任和郭经理都来了，这次是他们主动要求拆的，因为已经没必要留着了。曹远也来了，他看着工人拆掉那个他花双倍价钱装回去的雨棚，脸上一点不舍都没有，反倒像松了口气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很认真地说：江哥，谢谢你，虽然过程很难堪，但你让我也让大家明白了，解决问题要找对方法，谢谢你。说完，他又深深鞠了一躬，这一次他眼里没有屈辱，只有真诚。我看着他最终点了点头，也许一个人的改变真的只需要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。雨棚没了，楼也修好了，生活彻底恢复平静，但那场雨棚风波的影响还在悄悄改变着楼里的每个人。最明显的就是邻里关系，以前大家大多只是点头之交，各扫门前雪，经过这次一起面对问题，关系一下子拉近了。业主群里不再全是抱怨，多了很多生活分享、小区建设的讨论，大家开始主动监督物业，打扫楼道，甚至凑钱给楼下流浪猫搭了窝。我也莫名其妙成了这栋楼的意见领袖。家里灯泡坏了，不知道买哪种，会在群里问我。小区车位紧张，有人提议让我出面跟物业谈，连梁阿姨儿子考研都来问我选什么学校专业好，我哭笑不得，但能帮的都尽量搭把手。这种被人信任、被人依赖的感觉其实也不差。曹远一家也变了，他老婆不再在群里炫耀那些名贵花草，反而开始分享各种家居清洁小妙招，特别接地气。曹远本人更是像彻底变了个人，以前在楼道碰见他总是仰着头，目不斜视，一副谁都不理的样子，现在老远就笑着跟我打招呼，有时候看我拎着东西回来，还主动跑过来帮我提到。家门口我没有拒绝，我心里清楚，这是他在道歉，也是想慢慢修复邻里关系。一个周末下午，我家门铃响了，开门一看，是曹远家的孩子，一个7、8岁的小男孩，他手里捧着一盆小小的多肉，怯生生地望着我。小男孩眼睛特别亮，干干净净的，没一点大人的弯弯绕绕。我看着那盆小巧嫩绿地多肉，沉默了几秒，伸手接了过来。后来我把它摆在阳台窗台上，阳光一照，一片绿油油的，特别有生机。也许人性本就没有绝对的坏，很多时候只是愚蠢、傲慢和自私蒙住了眼睛。等这些东西被狠狠打碎之后，露出来的说不定也是一颗懂得改错、懂得感恩的心。当然，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懂这份和谐。后来城管对小区所有楼栋都做了违建排查，其他几栋那些乱七八糟、规格不一的雨棚全都收到了整改通知。一时间小区里怨声，再到有人在业主群里发牢骚，都怪7栋那个江恒没事找事把城管招来了，现在害得我们也要拆。这话刚发出来，立马被一群人怼了回去。你讲不讲道理？人家江恒从头到尾都是受害者，是别人先举报他的好吗？就是要不是他坚持，我们楼能修得这么好，物业能这么上心，忘恩负义，有本事你也去举报一个试试，看最后是谁倒霉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那个发牢骚的人瞬间被群攻，再也不敢吭声。我看着手机笑了笑，直接关掉了群聊。世上总有拎不清的人，没必要放在心上。我只要守好自己的生活，对得起那些懂尊重、知感恩的人就够了。1年后，曹远一家搬走了，听说是工作调动要去别的城市。搬家那天，曹远特意上来跟我道别，他看上去成熟了很多，再也没有当初的浮躁和嚣张。江哥，我们走了，一路顺风。这段时间
多谢你包容。他走之后，5楼空了好一阵子，我也安安静静想了几个月清静。直到有一天，楼下传来装修声，新邻居要来了。对门梁阿姨第一时间跑来找我八卦。小江，你知道不？5楼搬来个大美女，听说可厉害了，自己开律师事务所的。我笑了笑，没太往心里去，只求别再遇上曹远当初那样的极品就行。周末我正在家看书，门铃又响了。一开门，门口站着个高挑的女人，穿着休闲装，气质斯文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。你好，我是刚搬来楼下的新邻居，我叫杨绿。你好。我听胡主任和梁阿姨说了好多你的事，尤其是那件特别有名的宇昌事件。都是过去的小事了。不，我觉得那不是小事，那件事充分体现了你在规则内解决问题的智慧和底气。说实话，作为法律从业者，我特别欣赏。被人这么直白的当面夸奖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。我今天过来，一是拜访一下，二是有个不情之请。你说。我发现咱们楼外墙虽然修好了，但阳台窗户还是10几年前的老款式，密封和隔音都很差。我打算把自家窗户换成最新的3层中空隔音玻璃。我想，如果能组织整栋楼一起团购，价格能便宜不少。我打听了一下，这事由您牵头，肯定一呼百悦。他又把一件麻烦又利好的事推到了我面前，我看着他真诚又期待的眼神，点了点头。好，我可以试试。太好了，技术、合同跟厂家谈判全都交给我，保证不出问题。您只需要帮忙号召大家就行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江先生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温暖又有力。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落在我们身上。我忽然觉得生活就像开盲盒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邻居会带来什么，可能是一堆麻烦，也可能是意外的惊喜。而这一次，看样子是个很不错的惊喜。在我和杨律一起推动下，整栋楼团购隔音窗的事进展得异常顺利。杨律不愧是专业律师，准备的材料又详细又周全，不同品牌窗户的优缺点、价格、安装流程，他全做成了清晰的对比图表。靠着他出色的谈判技巧，我们还拿到了一个让人惊喜的团购价，便宜到不敢想。看他认真工作的样子，真的特别让人觉得踏实。而我只需要在业主群里把信息一发，喊一声，几乎所有邻居都立刻响应了。江哥和杨律师牵头，我们100个放心，早就想换窗户了。我也报名，短短几天，整栋楼的订单就统计完了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施工。施工那天，楼上楼下一片忙忙碌碌，那种嘈杂里藏着一股要过好日子的劲儿。我和杨律当项目负责人，在楼下盯着施工进度，配合的比想象中还要有默契。梁阿姨拎着西瓜上来，小杨，你们俩可真是咱们楼的福气。这主要功劳是江恒的，他现在可是我们这栋楼的定海神针。我白了他一眼，心里却觉得暖暖的。这段时间相处下来，我们已经很熟了。杨律是个温柔又有力量的人，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，书、电影、社会时事，跟他聊天特别轻松。换完窗户的那个周末，天气特别好，家里安静的不像话。关上窗，楼下广场舞的音乐都几乎听不见。我泡了一壶花茶，坐在阳台上看书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杨律发来的消息。看着屏幕上的文字，我犹豫了几秒。离婚这么多年，我早习惯了一个人的日子，清静是清静，可偶尔也会觉得孤单。我走到窗边往下看，孩子们在嬉笑打闹，老人们慢悠悠散步，而杨律好像心有灵犀，正站在自家阳台上，抬头朝我这边看。他看见我举着手机，笑着晃了晃手，阳光落在他身上，笑容亮得有点晃眼。我忽然觉得也是时候给这安静的生活添一点别的颜色了。就像当初那个雨棚，拆掉旧的是为了迎来新的，有时候是为了更好的保护，有时候是为了遇见更美的阳光。我拿起手机给他回了一个字，好。